李家超，你但凡有點臉，你就應該引咎辞職。就世界火災，香港居然排到前3名去了。你這麼大的事兒，你香港特首你不引咎辭職，你香港沒有人了嗎？你怎麼當的共產黨領導啊？那以後每年香港洪福苑火災發生日，每年我們都要問候李家超老母和全家18輩祖宗一次。我們給他起外號叫李燒人，他媽的，別李燒烤，李燒人吶，李家燒啊！香港洪福苑火災仍在發展，死亡人數已經超過150个人了啊！那個香港警方的那個新聞官，那個女士啊，哎呀，也是心有良知的人啊，念着念着就哭了啊，聲音感也非常令人感動。但是呢，我們最期望的就是懲治失職的官員呀，該抓的抓，該判的判，該引咎辭職的讓他下台丟烏紗帽啊！現在一個也沒有啊。當官的一個沒有引咎辭職的，然後發明了一個新詞叫以災亂港。哎，香港新聞這兩天啊，香港國安公署29號發表文章聲明，標題是堅定支持香港特區依法嚴懲反中亂港分子以災亂港的行徑。我他媽看到這個新聞以後，我都他媽以為看錯了，為什麼呢？沒亂呀，香港哪兒亂了？我們看到的所有的新聞都是香港市民排着隊主動到火災現場捐助救治啊，現場秩序井然呀，派發救災用品都是市民捐助的，而且看得出來都是按着大小碼男女衣服，就跟那個商場一樣分類碼放鞋子、兒童服裝、童裝的尺寸、身高，這是亂嗎？你告訴我這叫亂嗎？有義工，香港義工在維持現場秩序，還提醒災民不要亂透露自己的個人隱私，這叫亂嗎？香港市民的組織性、紀律性素質多高啊！在悼念現場這2天，洪福苑表達哀思的市民拿着花去獻花，拿着花籃、花圈，挽屍去獻，排1公里長的長隊，一點不亂。默默地走上前，鞠躬，放花，放那個鏡框，走人，緩緩前行啊，默默鞠躬，默默離場。我看到的是香港市民積極建立手機 app 網站，幫助政府、幫助救災機構統計失蹤遇難的人數信息，及時更新，隨時更新。我沒有看到任何亂象。那國台香港這個國安辦在國安辦發什麼神經呢？原來啊，是香港中文大學有個大學生叫關敬峰啊，關雲長的關，一個立一個清，那個敬，豐收的豐，關敬峰同學，大學生發表了一個4大訴求。我操，他用別的詞兒他們不敏感，他們5大訴求剛給我他來個4大訴求，哪4大訴求呢？我看看是不是以災亂港：1. 安置受災居民； 2.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3. 重新改革香港的工程安全監理制度； 4. 追究相關責任人。我問你，這4項訴求哪一項是不合理的？哪一項不代表着香港人民的心聲呢？你中國共產黨不是號稱是人民的政黨嗎？你中國皇上不是號稱是打江山就是坐江山嗎？就是為人民服務嗎？那現在人民的心聲就這4條啊，哪一條說錯了呢？為什麼我現在沒看到你安置災民的計劃，也沒有看到你追尋真相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啊？你知道這個裡邊出這麼大的事兒，一定是有利益集團啊，一定是有瀆職的官員，一定形成利益輸送體制。如果不形成獨立調查委員會，怎麼可能查清真相呢？一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啊，官官相護啊。你香港當年不成立獨立的廉政公署，能解決香港警界的貪腐問題嗎？香港在60年代是世界最腐敗的地方，警察當街要錢。為什麼變得那麼清廉？90年代香港變成世界最清廉的地方，廉政公署第3方的獨立調查機構。所以火災
目前明顯顯示出來了，需要这4个，你应该4个訴求或者4個舉措，你應該獎勵關同學呀，應該把關同學培養成你香港未來的議會議員。怎麼他媽的還把關同學給抓起來了？把孩子給抓起來了，被捕了。所以這任何官員問責都應該是任何一個負責任政府，包括中國共產黨的政府，他們都會去做的。你出了重大安全事故，那個地方的市長、市委書記、省長、省委書記都是要引咎辭職的。你看看孟學農是怎麼引咎辭職的？所以怎麼會操？怎麼香港怎麼還不如內地了？我操！你李家超是什麼情況啊？你李家超，你那個位置怎麼就那麼結實啊？你他媽出了這麼大的事，這麼大的簍子，李家超你為什麼不引咎辭職？你還把小關給抓了。所以作為香港的知識分子，小關同學、大學生，作為香港的公民，他在這個時候發出這樣的責任觀點是非常有正義感的。你還變成亂黨了，所以下手抓人，這是非常非常非常過分的。因為我們明確的看到新聞，香港勞工處就是主管的政府機關，連續巡視的歷史上連續巡視的這個工地16次出的報告都是沒有火災隱患。我操，這裡邊要是沒有貓膩呀，我都不姓王了。我操，我這麼跟李家超姓，我操，這裡肯定有貓膩呀。所以人家說成立獨立調查機構，該抓的抓，該判的判，該懲治的懲治，這不是一個正常要求嗎？還怎麼陰災亂港？哪兒亂了？香港亂了嗎？所以現在我們靜觀香港政府的處理，如果不了了之啊，如果就真不了了之，還把小關判了，那以後每年香港鴻福苑火災發生日，每年我們都要問候李家超老母和全家18輩祖宗一次。我們給他起外號叫，如果他不處理啊，他不引咎辭職，我們給他起外號，好吧？比如說 BBQ 香港李燒人了啊，燒人嘛，人家是超人，他燒人呢。所以就像我們每年問候64屠城者，我們每年問候上海封城3月葉才德啊，無良庸醫害死上海人民，封了上海3個月的禍害的這個福建游醫葉才德，我們每年都罵他們幾個國賊啊！李家超讓我們拭目以待，好吧？所以香港，哇，就是上海給濱崎步演唱會拔電，這個香港燒這麼大的火，燒死幾百人，就世界火災，香港居然排到前3名去了。你這麼大的事兒，你香港特首你不引咎辭職，你香港沒有人了嗎？你怎麼當的共產黨領導啊？你共產黨手裡邊沒有，就是罰走狗，咱也不只有一個吧？你走狗至少得有，你可以再換一個嘛？就這都不幹了，我操，我真服了啊！所以這個是真的是太令人。老王趕緊聯繫老詹，你倆唱雙簧合罵一定很有情，不行？算了，我怕把他罵倒了啊。李燒人，他媽的，別李燒烤，李燒人吶，李家燒啊，真的是啊，我操，就是李家超，你但凡有點臉，你就應該引咎辭職。我這輩子不去香港了，你不用惦着我，李家超，你他媽應該引咎辭職，丟你個老毛啊，李家超啊，我操，這你都不辭職？我靠，李家超哪敢捉呀？就是共產黨的人。好吧啊，好，今天就先這樣吧。今天時事我們聊了一天啊，我們罵一罵，爽一爽啊。這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就是一個民主社會的淪落和淪亡就這麼快啊！我認為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應該把這8棟樓的災民異地安置。啊，就換到同檔次或更高檔次的樓盤裡安置。每個受災的家屬，每個去世和受傷的家屬，都應該給予豐厚的現金補償。豐厚的現金補償，就是每個燒死的人至少要補償千萬港元，每個燒傷的人也至少補償100萬港元以上的這樣的補償力度，才能體現你愛港愛民。而且鴻福苑的8棟樓盤必須炸掉。必須徹底清理，那個地區那個地段必須徹底封鎖，做成綠地和紀念公園，不能再有人住。
在那個地方最好是修一個紀念碑，或者一個寺廟、大廟，否則的話，那個冤鬼太多了。那個地方，那個房子你可不能再搬回去了。你要是懂一點點玄學知識，弘福院那個樓盤周圍方圓，那8棟樓方圓就是畫個圈吧，500米以內不要去。以後啊，那現在救災不說了，就是以後不要去啊。那個房子不能住了，有太多的冤魂在裡邊，你会那個会很邪的那个楼，必須把它炸掉，把所有的居民1984戶，也沒多少錢嘛，1984戶中央撥一部分，香港自籌一部分，哎，給這1984戶以1000萬港元的標準給他們移居啊，移居到香港其他的區域去，你這才是人政。你應該幹這事兒，你幹這事兒的話，如果你做出這事兒來，我公開向你們道歉，我表演切腹，我向你們道歉，我自己給自己他媽的打嘴巴子改啊，我說錯了，我小看你們了。就是如果你們不了了之，我就每年我都念着你們啊。911那裡也是這樣，是鐵流。你是搞建築的，你一定懂風水。你看美國人不是不懂風水，美國人很懂。你看911那個世界貿易中心那2棟樓，他不會復建任何住人的建築，他只在那兒弄一個陣啊，那實際上就是一個紀念碑啊，實際上是一個亡靈紀念碑，告慰在那兒冤死的幾千條人命啊。所以這個弘福院這7棟樓燒掉的啊，你包括那個沒燒掉都不能再住人了啊，平掉，全部平掉，然後就是拆掉，把它搞得平的，不要在裡邊種樹，不要在裡邊搞任何高大的帶有陰影的東西啊，建築結構必須簡單，必須讓陽光充分曬進去，然後在那兒做一個慰靈碑啊，因為中國人喜歡這個東西啊，慰靈碑或者紀念碑，然後呢，在那兒要供火、供水啊、供香。這個超度亡魂，哎，不可能給安置的，肯定會壓下去。那他媽香港不是變臭港了嗎？那香港就讓他們毀了啊！他要能幹出這事兒，共產黨下不了台了。不是，咱不是說因為讓他下台，就是就阻止他幹這事，這是好事，這是人事啊！還是要鼓勵他幹人事啊！李家超這麼一搞啊，真的是讓洪福齊天了，是啊。大佬，你想多了，香港不是美國啊，美國雙塔遺址改成紀念館了，是美國人懂的，美國人懂。你去雙塔遺址，你看紐約，你一看你就知道他們太懂了啊，他們知道那地方不能再住人了。